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久違的卡勒音樂盒。是的，這個整理音樂資訊的系列終於重啟了。這系列會把已公開的資訊整理成懶人包，並加上高效壓縮版的重點解密，所以大家要記得看到最後哦。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這幾天掀起巨浪的驚喜合作，那就是華語天后九令蔡依林與 P-pop 天團 SB19 共同推出的單曲 Emoji。收錄在 SB19 的第二張專輯 Walk Us at Similarly。 如果你還不太熟悉 SB19， 其實我也一樣，所以今天就幫大家整理資料，跟大家一起來認識這首歌曲吧。上次我在 Facebook 發了一篇貼文推廣新 MV， 結果那篇文流量爆炸了，超多熱心的東南亞粉絲留言和私訊向我介紹 SB19， 我才知道 SB19 是整個東南亞的驕傲。所以今天我想向大家雙向的介紹 SB19， 也介紹九令。SB19 全名為 Soundbreak 19， 於2018年在馬尼拉正式出道。團名中的19來自菲律賓與韓國的國際電話區號，韓國是82，菲律賓是638+2+6+3，總和19。其成軍背景相當特殊。SB19 最初是由韓國經紀公司 Showbetty Entertainment 旗下的菲律賓分公司所打造。該公司引入了嚴謹的 K-pop 練習生培訓體系，讓成員們經歷了長達數年的高強度訓練，使他們成為首組將菲律賓文化 P-pop 與韓國偶像工業標準完美結合的團體。隨着團體影響力擴大，為了追求更高的藝術自主權與品牌掌控力， SB19 成員於2023年決定自立門戶，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OneZ Entertainment。SB19 是一個活力十足的菲律賓男團，共有5名成員，隊長 Pablo 是主領唱，也負責饒舌與創作。團內大哥 Josh 是主饒舌與舞蹈，主唱 Stell 是首席舞者兼編舞，主舞 Ken 又稱 Philip 是主唱兼製作人。團內最年輕的成員 Justin 是視覺與創意擔當。這些成員從出道就強調自給自足，自己寫歌，自己製作，自己編舞，以及強勁的舞台能量。他們的代表作 Gentle 成為了 P-pop 史上最具指標性的全球性流行音樂。他們是第一個打進 Billboard Social 50前10的東南亞藝人，把 P-pop 推向國際的最高指標，也是第一個獲得美國 Billboard Music Awards 提名的東南亞團體。他們的音樂融合西方流行 K-pop 的嚴格訓練模式，以及 P-pop 特色的狂野力量。九令蔡依林，華語樂壇頂尖天後，出道26年來屹立不搖的中文音樂指標性人物，從少男殺手到舞娘，再到地才等眾多封號，全都成了時代的印記。他每次推出專輯都在挑戰自我極限，不斷學習進步，後天鍛鍊出一身的實力與才華，成為了整個中文世界家喻戶曉的正面指標性人物，獲獎無數，包含一座美國 MTV VMA 大獎，入圍16次代表華語樂壇最高榮譽的金曲獎，拿下7座獎項，是金曲獎目前獲獎最多的唱跳歌手，人氣橫跨多個世代，出道至今唱片銷量超過2500萬張，更是台灣首位 YouTube 頻道突破100萬訂閱的女歌手，頻道流量超過11億，是極少數從實體時代到數位時代連續稱霸主流平台的華語歌手。近年的九令不再挑戰表演藝術特技，把全部的精力集中在音樂創作上，徹底重塑亞洲舞曲的藝術高度。他將流行音樂從單純的娛樂產物升華為觸及社會集體潛意識的藝術文本，透過 Pay 的諷刺美學、Ugly Beauty 的心理學解構，到最新 Pleasure 對女性原始能量的直視，它不僅擴張了華語音樂的編曲邊界，更在亞洲流行文化中開闢了一條前所未有的意識覺醒之路。它證明了舞曲不只是感官的煽動，更是思想的載體，讓中文世界聽眾在熱血的節奏中找回自我認同與靈魂的自由。現在的她不但是經典無數的樂壇女王，更是後天覺醒的創作型歌手。他不再玩特技，因為創造力就是現在的他的最強特技。這場合作的起點可以回溯到2025年的 Hito 流行音樂獎頒獎典禮。由於 SB19 在台灣也有着超人氣，因此當晚 SB19 受邀到台灣表演，而九令正是當晚的壓軸表演者。兩組人馬雖然語言和背景不同，但後台一見如故。後來 SB19 籌備新專輯 Walk Us at Similarly 時，便主動邀請九令加入，希望注入更多跨文化元素，讓亞洲音樂變成一股相互加成的突破性力量。九令在社群分享時笑說，非常欣賞他們對音樂和表演的熱情，和
和他們一起創作玩得非常開心。創作過程主要在線上進行。九令還幽默地形容像一場 blind date，Pablo 和 Ken 負責詞曲溝通，大家全程參與，最後一起完成了這首跨國傑作。現在來到我最喜歡的部分，這首歌的概念。其實歌名 Emoji 乍聽可愛俏皮，但背後卻藏着很深的時代反思。歌詞由 Pablo Ken 與九令共同創作，核心主題正是現代人在社群媒體上用表情符號、濾鏡和完美形象來掩飾真實情緒。裡面有像 I fake it cause it's real, that everybody's ill, I kinda like the thrill, distorting things I feel, emoji knows the drill, mask on or mask off, no telling what is true 這樣的句子精準捕捉到虛擬自我與真實內心的落差。 MV 的視覺設計也呼應得淋漓盡致，一邊是華麗精緻完美無缺的社群形象，另一邊卻是混亂破碎情緒真實的內心世界，兩方合體武力全開，把表面光鮮內心拉扯的矛盾透過肢體語言完全爆發出來，就像延續了九令近年透過音樂探討的主題身份認同與力量覺醒，同時也呼應 SB19 作品中常見的自我奮鬥與文化自信。同時，如果你有看我的莉莉絲與七宗罪故事解說節目的話，可能馬上就發現九令的項鏈暗藏着什麼玄機了。這有點像是在專輯以外的 MV 放上一顆顆彩蛋，暗示大家 Pleasure 時期還沒結束，並且這也是 Pleasure 的一部分。我很喜歡九令，無論是音樂或表演，每一次都盡他所能把最好的呈現出來給大家。以前偶爾有 MV 配不上音樂的可惜狀況，但這次終於呈現出音樂的爆發力，從音樂到畫面到合作雙方的搭配都達到相互加成，真是超級令人驚豔。雖然全曲互動充滿火花，但這首歌並非男女情愛，而是再次丟了一道哲學題，提醒大家好好思考，當我們按下每一個 emoji 時，背後的真正情緒是什麼呢？後方的舞者也呼應了每個人在社群網站戴着的面具，你只是在努力活給別人看。說到音樂本身，這首歌的曲風設計上是超酷的混血實驗，核心是 Brazilian Funk， 低頻重，節奏極具感染力，是不是光聽節奏就讓你感到血液沸騰呢？ SB19 把南美熱情帶進 P-Pop， 再注入他們一貫的強悍編舞和饒舌能量，變成一首適合狂歡也適合舞台的 Euphoric Club Anthem。 九令這次的聲線表現甚至比 Pleasure 的轉變更大，大到簡直像是他體內的第二人格覺醒了一樣。他貫穿全曲的低語也為這首歌增添了強烈的黑暗時尚質感。副歌一出，完美的合成器爆發，立刻把聽者拉進舞池，真是視覺聽覺都充滿刺激的多巴胺愉悅。这種配置真的很聰明。 SB19 負責節奏、氣勢與團體能量，九令則像是一個支配者，一個旋律、情感的敘事核心，讓不同市場的聽眾都能找到熟悉又新鮮的共鳴。過去我們總是看到 K-pop 單集輸出到全亞洲，甚至在國際上代表亞洲，但這次共同輸出，九令與 SB19 正好站在這個轉變的交匯點，它是亞洲流行音樂多點開花的開始。九令再一次做了一件超酷的事情，也讓我認識了 SB19 這個酷團體。希望亞洲流行文化的未來是強大且充滿多樣性的。如果你還沒聽過 Emoji， 趕快去看看 MV 吧。如果你喜歡這種系列影片，歡迎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或留言和我說說你的看法，有沒有哪一段特別戳到你呢？你希望下集制作什麼系列或什麼曲目呢？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或者分享你對這首歌的看法。我很喜歡閱讀留言，謝謝你們上集的超級感謝贊助支持，這些禮物真的給我超多動力，有種你們跟我站在一起打打氣的感覺。所以今天這集很快就完成了。如果你好奇九令 Pleasure 專輯與演唱會背後的神話故事，也可以去看看卡勒的莉莉絲與七宗罪故事解說系列。好啦，今天的卡勒音樂盒就到這裡，下集繼續一起探索更多精彩有趣的音樂故事。那麼我們下部影片見。